裴将军，谢谢了啊！太子妃，那末将告辞了。太子妃，婢子死罪。我在这里等了你2个时辰，这大晚上的，你去哪里了？永娘，你们都先出去。是。看什么看？我落水了，裴将军给我换了身衣服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？你每次出个宫就弄得鸡飞狗跳。裴将军是有公职的人，他是要保卫整个东宫的，而不是整天跟着你，保护你，替你收拾烂摊子。明明是你让人家整天跟着我，害人家耽误正事的，你怎么能怪我呢？要不是你每天偷偷跑出去，我能让人跟着你吗？你今天深夜来承恩殿，就是来跟我吵架的。不是。上次你问我狼牙的事，我想了想，是该给你个交代。那狼牙是我从西境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捡到的，当时就掉在我的营帐外面，我不知道是谁的，就拿回来了。当时瑟瑟喜欢，我就送给他了。既然是你的，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把它拿回来还你。早就应该还我了。启奏圣上，前日西境安护府所奏，单吃余部逃往朔伯西南，藏匿胭脂山溪谷，动辄结兵扰民，为患西境。镇远大将军高显请奏西征，剿灭余党，以绝后患。所请粮草50万担，军饷100万银，请陛下示下批复。高尚书，家父镇北侯接管丹吃，追捕丹赤余党，理当是我赵家出征，粮饷应该发给我镇北侯才是。陛下，西境安护府一直镇守边疆，维护边疆稳定，追捕余党，理应由高将军担当。陛下命赵将军接管丹吃，意在安抚丹吃百姓。这军饷，岂有拨给镇北侯的道理？粮草50万担，军饷100万银，可不是小数目。镇压区区几个丹赤余党，需要这么多粮草和银子吗？再者，派谁出征，岂是你一个户部尚书说了算的？你不肯拨军饷给镇北侯，恐怕是你们兄弟沆瀣一气，打着军饷的旗号，想要私吞国库的银子吧？赵大人，你岂能将个人的恩怨放在朝堂之上，信口开河？圣上，担任户部尚书这么多年，臣每一笔账都记录在册，绝无半分私心。倒是你，张口闭口要军饷，是何居心？你这什么时候来搞？太子殿下，此事事关国策，还请父皇定夺。高相，意下如何呀？边境之事，再小也是大事。文官、武官、高家、赵家都是为圣上做事，
只是各自职责所在，考虑事情的重点不一样。高将军以铁腕之师镇压余党，赵将军以怀柔之策安抚百姓。恩威并济，才可使丹池百姓民心归顺，保一方平安。高坤，臣在。高显他需要的数目，户部能拿得出来吗？回禀陛下，若说在往年，部里拿出这些银子，倒也为难。好在今年年成好，从春末至今，风调雨顺，仓廪充盈。陛下，朝廷要打仗，战士们当然要吃饭。对，军粮绝不能少。对呀，高坤，臣在。你去做一份精确的奏折给朕，既不能委屈西静安护府，也不可让我们的国库没有存粮。圣上英明。殿下，高家今日在朝堂之上横弃一切，为中饱私囊，置朝廷名声于不顾，您怎可容忍高家？今日之事，你怎么看？殿下，丹吃灭国，逃往西部的只不过是老弱妇孺，何须动用那10万大军去征讨？高显分明是借征讨一事中饱私囊，或又是借机屯兵蓄武，其居心不可不防啊！你也看到了，在往日的朝堂之上，尚有忠王的人与高家据理力争。可今日的朝堂之上，连你不也一样要听他高家的吗？难道殿下要对此事置之不理吗？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高相别有居心。只要殿下一句话，微臣定当全力调查，绝不会怕事躲事。微臣告退。臣是女陈嫣，见过太子殿下。明月姑娘，请坐。不知姑娘今日来，有何事相告？小女愿助殿下一臂之力，扳倒高家，为顾陈两家平反。明月，小女德幸，已见过陛下2次，陛下对我已有了初步的信任。若是能让陛下施以援手，平反之事指日可待。我父皇见过你，那他知道你的身份了吗？殿下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明月是一介女流，又不会功夫，她见陛下已经是相当凶险。若此事把她给牵连进来的话，高相一定不会放过她的。我要的就是高相不放过我。高相杀了我母亲，害死了我一族亲人，这件事必须得了断。看来姑娘心意已决。如果我今天不答应，回绝了你的好意，那姑娘还是会以跟我父亲之间的交情，将这个计划进行下去的吧？是。明月，你如果有任何差池，我万死也难跟义父交代。我自会去解释。姑娘大智大勇，我很佩服。但高相，他的城府和手段远在你的预料之上。如今先生不在这里，姑娘若真的受到伤害，我也是无法安心。殿下，高相所做之事，并不止于10几年前陈顾两家的血案。殿下想想，如今满朝上下皆被高相把持，还有之前的科举案，全是高家只手遮天造成的。
如果继续放任高家危害李朝江山社稷，遭殃的将会是李朝百姓。殿下，如果真要牺牲，牺牲我一人足矣。我以茶代酒，敬姑娘。表哥，我知道你很疑惑，我为什么会答应明月姑娘。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，你觉得我很自私，觉得我为了能够达到目的，可以利用身边一切无辜的人，对吗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不答应他，他擅自行事，一意孤行，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。如果他事事与我相伤，有我照应，反而会更安全一些。哼，借口。顾剑，好，我承认，我是有私心。我也想尽快扳倒高翔，才会答应他的要求。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表哥，我们都等不及了。高翔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他能查到柴先生，那翻出柴先生的真实身份也是迟早的事情。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有危险，你明白吗？梁弟，您怎么了？许是跪久了，有些眼花。这前段时间刚发了禁足，这会儿又罚在这儿跪经。皇后娘娘也真是偏心，就连太子殿下都相信了是太子妃在害您，还罚您在这儿跪经。无论皇后娘娘如何待我，只要殿下相信我，就够了。还好太子殿下心中只有小姐，每日早晚都来青鸾殿找您。只不过皇后娘娘下了懿旨，不让太子殿下进来罢了。虽然偶尔会收到家乡寄来的物品，可我已经嫁到这里1年了，才收到阿爹寄来的一封信。阿娘从来没有给我回过信，哥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看我。等假以时日，有机会，我看看能否请旨回一趟西州。阿爹阿娘，我很想念你们。太子妃，永宁公主和洛熙公主来了。永宁、洛熙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风，坐。我们也是刚得到消息，皇后娘娘今晚会在宫里举办皇室聚会。聚会？不会又是赏花吧？说是氏族宗亲和皇室的女眷们多走动走动，其实啊是给适龄的公主招驸马爷，
我们的洛熙也在其中。怎么光说我啊？你不也是临代嫁吗？我既不想远嫁，也不想下嫁，所以干脆不嫁。你可不一样，你可是有心上人的，无论是远嫁还是下嫁，他去哪儿，你就得去哪儿。嫁不嫁可是父皇说了算，由不得你。小凤，哎，小凤，啊，你怎么了？今晚是所有人都会去吗？父皇、母后都会去，自然太子和太子妃也是非去不可。那我岂不是又要见到李承言了？我五哥哥又欺负你了？永宁，你还是不是我朋友？怎么听到李承言欺负我，你一脸期待啊？没有，我是觉得五哥还挺在意你的。是啊，你和五哥真是一对欢喜冤家。你总说他欺负你，可是我觉得，自从五哥和你成亲了以后，整个人跟变了个人似的，有生气多了。那是因为他娶了赵姑娘，跟我可没关系。洛熙啊，你说这裴照裴大将军真是个木头，这么一位美人坐在他面前，他居然能目不斜视。谁说的？裴将军是个正人君子，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！他做什么都是好的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无最相思。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呀，就是上一次你过生辰的时候，小凤说某人诗性大发，对着某人念情诗来着。哎呦，永宁，我打你！别！看跳虎啊！哎，干嘛去啊？我去找永宁喝酒啊。你身为太子妃，这种场合不能随意走动，不知道吗？坐下，好好吃你的东西。你拉着我怎么吃啊？去。永宁，这大虫子是什么呀？能吃吗？太子妃，这是蟹，你要是不爱吃的话，可以不用动它。蟹螯及今夜，遭秋是蓬莱。姐姐，怎么你不爱食蟹？
她一野蛮女子，哪里谈得上什么爱不爱吃蟹？怕是连见都没见过吧？我是没见过这个大虫子，可是你也不见得见过我们西晋的马鹿和羚羊呀。这各国的物产不一样，有什么可奇怪的？来，瑟瑟，我倒是忘了，你上次吃了寿面，身体不好，这蟹肉寒凉，你今天不能吃。我忘了也就罢了，你自己怎么能忘呢？怎么这么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？这蟹肉放时间长就凉了，扔了也怪可惜的。施恩。谢殿下，拿去给太子妃。是殿下。好吃。这女子是谁啊？回陛下，是高相国家的独女，叫高如意。
如意给皇上请安。好啊，好啊。原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你这一曲霓裳羽衣舞很好，真没想到啊，高相居然有你这样的千金。不但长得花容月貌，舞姿还是那么的轻盈优雅。好。不知道如意的这支舞还合陛下心意吗？皇后，你一向是有心人，你不会不知道朕的心思吧？既然陛下喜欢，那可有什么赏赐？朕肯定有赏。阿多，永娘关门。来，我给你们带了样东西。这个蟹可好吃了，尝尝，永娘。太子妃，请赐婢子死罪。这是皇室宴会上的食物，婢子身份低微，怎可享用？请太子妃赐婢子。哎呀，哎，不许吐！这可是皇家宴会上的食物，你不吃才是大不敬。而且不光你死罪，连我这个偷窃的都会被罚的。你就乖乖吃吧。尝尝，好吃吗？太子妃，今日若非殿下帮着太子妃，太子妃不但学不会拆卸，恐怕还会遭人笑话。可见殿下对太子妃还是颇为照顾的。太子妃平日里也要对太子殿下和颜悦色一些才是啊。他那是帮我吗？怎么会帮我呢？他不是讨厌我吗？皇后娘娘，这是家兄遍访西境，请能工巧匠花了大半年的时间，才得了这一尊送子观音，又请高僧加持了9981日，最是灵验。大表兄太过客气了。皇后娘娘，大哥也是为如意之事着紧，这如意进宫已有数日，还巴望着娘娘多打点打点，安排如意早日侍寝呐。如意那日一曲霓裳羽衣舞，得到了皇上的盛赞。以她的姿色和聪慧，虏获圣心那是迟早的事，哪里还需要本宫打点？皇后过赞奢美了，这后宫美女如云，若想虏获圣心，并非易事。父亲望着皇后娘娘能多多关照妹妹。如意日后若是得了恩宠，高家定不会忘了皇后娘娘的恩情。舅舅的意思，本宫明白了。还请表兄回去转告舅舅，本宫一定会尽心打点的。那就有劳娘娘费心了。娘娘息怒，何必拿菩萨来撒气？他们哪里是来送礼的，分明是来催债的。娘娘不必太过忧心，那高如意天生身量小，身子弱，即便安排她侍寝承恩受孕，能不能受孕，
还两说呢。后宫中的伎俩，只要她得了恩宠，没有身孕也可以变成有身孕，有了身孕，不是皇子也可以是皇子。唉，现在最着急的是太子现在跟我是越发生分了，我说的话他全部都是阳奉阴违。如果真让那如意得了子，高相必定会扶持高如意之子，到时候连我这皇后的位子也不保了。娘娘，若果真如此，得去早做打算才是啊。这个送子观音送的还真是时候，本宫确实也需要一个听话的皇子了。那张参是否知道了旭娘怀了他的孩子？奴婢警告过旭娘，张参并不知晓此事。莫非娘娘是打算……这颗险棋，本宫需要好好用才是。殿下，刚才皇后娘娘派人来传话，说今晚请您去清宁宫共进晚膳。哦，知道了。听讲结束后我就过去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回话。嗯。哎，等等，石恩，你说这女人最喜欢什么呀？女人？嗨，说问错人了，你又怎么会知道？下去吧。殿下，您问对人了呢。石人自然知道女人喜欢什么。说来听听。不瞒殿下说，这宫里的婢女呢，都跟石恩我关系好得很，她们有什么事都乐意跟我说，还时常找我倾诉心事。那你快说说，到底有什么方法能让女人开心？我明白了，殿下是想讨赵良帝的欢心。那莫非是要讨太子妃开心？你哪那么多废话？快说！是，殿下，漂亮衣物、新奇首饰、胭脂水粉，定然能让女人喜笑颜开。女人嘛，都喜欢漂亮，成天就想着如何装扮自己。正所谓“女为悦己者容是也”。哼，你还有点用处啊！不过，这新奇的衣物首饰……殿下，说起这新奇的衣物首饰，自然要数上京城最有名望的唯品阁呀。唯品阁？阿杜，你到米若酒肆等我。你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我听闻太子妃素来爱上街晃来晃去，到处惹是生非。
好像上次还闹到万年县衙，有这事儿吧？所以我今天到这里看看，你能惹出什么是非来？什么叫惹是生非啊？我这明明是惩奸除恶，好吗？你惩奸除恶？对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阿杜最起码抓过三次骗子，打过2次恶少，追过4次也不是，5次小偷。啊，好像就这些了。就这些？那你为什么不明示你太子妃的身份，反而让那些小人欺负呢？我这不是为了你的颜面吗？你想想看，如果别人知道这东宫堂堂太子妃在街上跟人打架，你这东宫太子的颜面岂不是荡然无存啊？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给我留了颜面了。嗯。走吧，陪我去个地方。去哪里啊？哎，你怎么不走了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京上有名的唯品阁，不管是朝廷大臣诰命夫人，还是皇子们的服饰，都是出自这儿。而且不光是礼朝，这里还有西周硕博最好看的衣服、首饰，还有胭脂水粉。你居然知道这么多？我是西周9公主，当然知道了。那进去看看。啊？你要去给你的赵姑娘买衣服啊？那你直接把里面的人叫出来，叫到宫里，就不用亲自去了。哎，欢迎光临，2位公子，我是小维，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？我们就先随便看看。啊，好。小薇，来。我要做一件明白吗？公子所言，我们唯品阁确实可以满足。不过公子也知道，我知道，这必然要多费些时间和工序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半个月时间，你用你这阁中最好的师傅来做，这是定金。啊，好的，公子，我一定吩咐阁中最好的师傅来做这一件。您还需要其他的衣裙吗？还要什么？哎，要这个，再做一件水蓝色的百花罗裙。好啊，公子。罗裙的尺寸呢？尺寸嘛，把你尺子借给我，我量好了告诉你。啊，好的。小峰，小峰，啊，来，干什么？手抬起来。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啊你？你和瑟瑟身量差不多，我按你尺寸给她做一条。不是，那你量啊？你让掌柜的量不就行了吗？难道你想让他知道你不是男儿身？再说了，我们是夫妻嘛，量一下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手抬起来。你快点。哎呀，你快点量。别着急啊。好看吗？谁让你跟我量？叫你跟我量。量一下怎么了？领导好。哼。
走路跟骆驼似的，慢吞吞的。走。哎，醉猫，你说这小峰身边的男子是谁呀？小峰为什么非要装作不认识我们的样子？到了。嘿，你这个人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。续娘的事情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太子殿下还回了话来，说停讲后便过来陪娘娘用膳。阿杜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小峰，哎，我刚才在街上看见小峰跟一个模样很标致的公子走在一起呢。哦，他让你来这里等他呀？行啊，那你找个位置先坐着，我呢去给你准备好酒好菜。哎呀，唉。你也找顾健健呢？在后院。顾健，顾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上次伤还没好？没事，酒喝多了，伤了胃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？少跟我来这套！你要是不肯说，那我就告诉公主。别，我上次掉下悬崖，受了重伤。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不过没什么大碍。是不是我刺你的那刀，你才……不要乱想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灭你族人的帮凶，那一刀不算什么。比起我身体的伤，小凤心里的伤更重。我现在最害怕的，就是小凤她能想起以前，我怕她恨我，更怕她恨自己。阿杜，我知道你和我一样痛苦，因为我们都想忘，却忘不掉。想哭就哭吧。好嘞，哎，客官里边请。雨罗，哎呀，阿杜呢？你怎么才来呀？啊？阿杜啊，跟顾健在后院呢。你又让我师傅给你劈柴呢？他欠我酒钱，打工还债，天经地义。赶紧给我们备点酒菜，我去后院找他们啊。好的，这就来。阿杜，阿杜，阿杜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顾健欺负你了？怎么可能啊！
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哪敢欺负他呀？倒是你，把他撇下，和别的男人私会去，他当然伤心了。什么叫私会？有你这么说徒弟的师傅吗？师傅，哼，我还以为从此以后你要装作不认识我了呢。哎，你是一个江洋大盗哎，那太子看到你，万一给拿到官府去怎么办？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所以你还是怕我受牵连？那是自然。要两位客官要点什么？自然什么呀？小峰说啊，米罗这里的酒呢，自然是最好的。就你最有口福。我这才央了这只醉猫陪我去取从西周运回来的一批酒，这还没进店呢，就碰见你了。你们刚才是去取酒的？可不呢。哎，坐过去点。小凤，刚才在街上看见你身边的那位男子，是你的夫君吧？嗯。哎，我看你们还挺恩爱的，也很登对，手牵着手一起走。恩什么爱呀？他是去给他测试选衣服，非要拉着我作陪。他既然有测试，给测试选衣服，让你去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说不定是要给他测试一个惊喜。不过有些事情倒是挺奇怪的啊。说来听听。你看啊，有一次我和他测试一桶弱水，结果他先来救我，没有去管他测试。还有一次，我从你这里拿了酒送到他测试那里，结果酒打翻了，我们俩差点滑倒。他也是先来拉住我，结果他测试摔倒了，手都划破了。你说他奇不奇怪？他明明讨厌我，结果每次都先救我。真有此事？真的。太子已经好久没有到清宁宫来用膳了。今天我是特意吩咐了御膳房，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菜，快尝尝，可口不？好。还是您最懂我。今天这菜啊，特别好吃。那你今后要经常来陪母亲用膳啊。好。来，再吃点这个。谢母后。最近你与两位妃子相处的如何？梁帝倒是温良恭俭，善解人意。不过这太子妃嘛，毕竟是西周女子，野蛮霸道，真是头疼啊。太子的朝事繁忙，不要因为女人的事情心烦，这些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好了。母后，若是太子妃能处理这些事情，我还用得着焦头烂额的吗？来，喝汤。哎。算了算了，今天我们也不说烦心的事情。柔霜，倒酒。是。这可是新进来的光禄寺的梨花酒，快来尝尝，香甜可口。这天气凉了，还能暖暖胃。好。好喝。那就再喝一杯。母后，你也喝呀。来，母后，我敬您。好。
好久都没像今天这么开心了。是啊。你爱喝就多喝几杯啊。好。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过来！让你做的事，你可都记清楚了？记清楚了。行了，现放着有人伺候，别多事了，下去。你可别怨皇后娘娘，过了今晚，你们母子便可享尽荣华富贵了。记住，今晚定要好生伺候太子殿下。这要依我看，我觉得你这位夫君，并不像是你口中所说的那样讨厌你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人呐，一旦遇到了意外，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最真实的。他既然先救的是你，那就说明他更在意的是你呀。太子妃，今日若非殿下帮着太子妃，太子妃不但学不会拆卸，恐怕还会遭人笑话。可见殿下对太子妃还是颇为照顾的。要我说呀，我觉得这世间大多数的男子都不知道如何跟自己心仪的女子相处，所以才会对你恶行恶相。只不过就是想掩盖心中对你的喜欢罢了。他明明喜欢的是赵瑟瑟，怎么会在意我呢？两弟，您早些休息吧。太子殿下最近政务繁忙，就别等他了。再等等，锦儿，你说殿下果真那么忙吗？还是他已经厌倦我了，不愿意再见到我了？两弟，您千万不要多想，在殿下心里最在意的就是您了。是吗？以前我也一直笃信殿下心里最在意的是我，可如今他看太子妃的眼神
锦儿，我好害怕，害怕失去殿下。良娣，锦儿，你知道我和殿下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？锦儿不知。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入宫，有您还有那些小公主们时常捉弄我，他们把我骗到假山处，害我摔伤了腿。我哭着喊着，就是没有人能够来救我。有你啊！有你啊！有人吗？当时天气很冷，我很害怕，只好把自己抱成一团，祈祷有人能够发现我。就在这时，殿下出现了。来，我背你。他背着我，从桥上一路走回大殿。趴在他背上的那一刻，我觉得好安心。从那时起，我心里便认定，殿下是我这辈子要嫁的男人。如今，我真的如愿以偿，嫁给了殿下。也许，这便是缘分吧。没错，良娣和太子殿下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，今生今世，定会白头偕老的。是啊，殿下说过，此生都不会负我，会待我很好。我又岂能胡思乱想呢？锦儿，你快备些糕点给殿下送过去，让殿下好生休息，别累坏了身子。是。裴昭见过太子妃。裴将军，今晚轮值啊？啊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在外面？我睡不着，就出来走走。你看今天晚上星星多漂亮。可是我觉得上京的星空离我好远，那么远，那么远，远到触不可及。不像西周的草原，星空低垂，好像伸手就可以够到星星。太子妃是想家了。
我是有点烦心事，又没人可以说，心里憋得慌。有人说李成英对我很好，可是我跟他一见面就吵架，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喜欢我。你也是中原男儿，在你看来，他算对我好吗？这是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的家事，末将不便多言。我现在不是太子妃，我是你的朋友。关心是一回事，知道怎么关心是另一回事。别心里想着他，做出了竟是伤害他的事。想这么半天，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？殿下自然是关心太子妃的，只是谁也不会一出生就知道该如何做好一个夫君吧。太子妃应该给殿下一点时间。果真，太子妃跟裴将军的关系绝对不一般。小姐，您说这个事如果不小心让殿下知道了，那我相信殿下一定会更讨厌太子妃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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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大早的，你急什么？回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回禀娘娘，娘娘，到底怎么了？如霜，你可是去侧殿见到了续娘？奴婢带人去侧殿整理，却看到续娘在太子殿下的床榻上。续娘？我原本说呀，在你宫里多去一两个婢女伺候着。既然你看上了续娘，这也是件好事。多谢母后好意。昨夜只是喝醉了，并没有看中续娘。太子此话何意呀？你一个东宫太子，多一两个婢女伺候着，有何不可？母后，你明明知道我心里只有瑟瑟一人，他本来还在生我的气，若是让他知晓此事，我……赵瑟瑟就是个良娣，就算你宫里再多纳几个侧妃，也用不着顾忌着她。母后，我向来不敢背逆您，您要将人送给我，我也无话可说呀。这左右就是宫里头多一人罢了。但儿臣有一事相求，您待我好生安抚瑟瑟后，再请您把人送进宫吧。啊！你就这么怕他？母后，那您要是这点请求都不答应，我只能背逆不从了。你竟然为那个女人顶撞我！娘娘息怒，太子殿下并不是有意顶撞娘娘，那续娘不过是宫里的一个婢女，晚送去几日倒也无妨。娘娘便依了太子殿下吧。行了，母后，这粥我喝过了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告辞了。殿下，裴将军到了。殿下，申，出去把门关上。是。
阿昭，昨晚我在皇后那里留宿，她授意一个叫续娘的侍女来伺候我。母后，你也喝呀？来，母后，我敬你。好。来，母后。好，来。你是何人？太子殿下，奴婢续娘是皇后娘娘宫中的婢女。你怎么上了我的床？你心里清楚。今日之事，你若是向外人提起，不保的必是你的小命。太子殿下饶命！我倒要看看皇后此番阴谋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结果。皇后为了不让我独处瑟瑟，安排几个侍女，也合乎情理。但为什么偏偏挑这个续娘呢？殿下的意思是？续娘的事，一定要查个清楚。我明白。明月的事，安排的怎么样了？知道您要来，明月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小菜给您。这个是青龙卧雪。雪里藏针、佛手观音莲、落叶枇杷虾，这些啊都是我们家乡的小菜。我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做给我吃，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。明月，这个是顾淑妃生前的一些生活细节。是殿下找人，在宫外找到一个曾经侍奉过顾淑妃的老宫女那里打听到的。经过再三的确认，没有任何的偏差。我知道了。明月，你想清楚了，这一步一旦踏出去，就不能再回头了。自从你我再次见面的那天起，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这落叶枇杷虾一定要配上甘醇的桑洛酒才好吃。这个枇杷落叶虾要配上这桑洛酒才爽口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诗：
不知桑落久，今岁谁与卿？不醉郎中桑落酒，叫人无奈别离情。是不是明月触着您的伤心事了？不，明月让朕想起了很多以往开心的事情。明月，你赤诚待朕，朕也不想瞒你了。没错，朕就是当今历朝的天子。明月，你是上天赐给朕的礼物。这旭娘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我查过了，她没什么背景，在宫里当差5年，平时也都老实本分。只是听说最近几个月和一个叫张参的走得比较近。张参是谁？这个人是我的部下，平时好吃懒做，是个混世魔王。不过论起来，他算是皇后的远房堂弟。皇后的远房堂弟？殿下，衣服取回来了。好，随我去趟青鸾殿。是。喜欢吗？我之前啊，看你穿水蓝色的罗裙特别好看，不知是否合你的心意啊？殿下有心了，瑟瑟谢过殿下。只要是殿下送的，瑟瑟都喜欢。那既然喜欢，就赶紧换上，让我好好看看。是，那殿下稍等片刻，瑟瑟这就去换。好。殿下。好看吗？不错，清丽脱俗，娴静大方。对了，瑟瑟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之前给你那枚狼牙，其实是小风的，我事先并不知道，以为啊只是在营地捡到的呢。那枚狼牙真的是姐姐的？是。难怪不久前，她一直问我狼牙是从哪里来的呢。小风跟我说，那枚狼牙是他阿翁杀了狼王得来的。我想，这既然是他阿翁给他的，那就还给他吧。毕竟这狼牙是凶物，你带着不吉利。既然那狼牙是姐姐的，自然是要还给姐姐了。锦儿，去把我的狼牙拿来。是。对了，瑟瑟，我挑了一块上好的玉佩，正好啊，跟你这衣服相衬。来，谢殿下。
下去，下去。自从如意进入宫中，父亲怕是以后再也喝不到他亲手炖的汤了。既然父亲舍不得如意，那当初为何狠心将她送入宫中呢？不管是皇后还是太子，都不是我高家的人，难免会有二心。皇后倒是不足为惧，一个没有皇嗣的女人，最终还得仰仗我高家。可太子呢？太子让我看不透。我总感觉，一旦他羽翼丰满，迟早会脱离我高家掌握，所以才出此下策，让如意进宫。如意从小冰雪聪明，如果他能趁此机会蒙恩受孕，诞下皇子，我高家从此便无后顾之忧了。如意侍寝之时，有安排皇后打点。皇后娘娘特意让儿子回禀父亲，她已经秘密安排了。若不出意外，如意这几日便能侍寝，请父亲放心。陛下，高相的女儿，她进宫有多久了？表妹如意进宫已经1个多月了。那朕是不是该去看看她了？陛下，表妹年纪还小，身子从小就体寒，妾身想给她多调养调养，等调养好了，再来服侍陛下。嗯。陛下，娘娘，陛下还在御书房处理朝政吗？陛下今晚去了华西殿。什么？陛下今晚去了高美人那里，娘娘稍安勿躁。
陛下这是故意在做给我看。娘娘，若要高如意得到圣上恩宠，那往后高相那边该如何是好啊？区区一个高如意也敢爬到本宫头上，未免也太小看本宫了。御赐玛瑙盘10副，金花大银盘10件，玉腰带2副，金镀角盒10只，并金珠10裳，银珠10裳，以贺太子生辰。谢父皇隆恩。母后，今年也不是我的整寿，还累得母后和父皇费这些心思，儿臣真是过意不去。本宫正好借你的生辰走一走，并不劳累。对了，来贺的幕僚们呢？这外间自有照应，我晚些过去便是。本宫想知道，今年太子妃还有赵良娣为太子准备了什么礼物？妾身亲自缝制了一幅百花图，恭祝太子生辰，祝太子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良娣有心了，这百花图颇合我的心意。哦，小凤恭贺太子生辰。你就用这个给我贺生辰？这个不好吗？哎，我要送你个金瓶金罐子，你换钱还得拿去仙容了，这多方便呀！我倒是觉得太子妃这礼物甚是有新意。下去吧。不知道太子今年会赏些什么？母后，我是真不知道要用什么礼来回他那100锭金子了。要不我直接去库房给他取100贯铜钱得了。上来吧。就那个赏给太子妃了。谢殿下。太子妃，这可是唯品阁的宫廷定制。祈福？哎，干什么你？你和瑟瑟身量差不多，我按你尺寸给她做一套。难道这些衣服是他特意为我买的？瑟瑟，这些都是给你的。瑟瑟谢殿下。太子，本宫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你。哦，进来吧。本宫真是没有想到，我的第1个皇孙，竟是出生在一个叫续娘的宫女腹中。啊？怎么，太子，你没有和太子妃说吗？我今天带续娘过来，就是想和太子商量。什么时候接她入东宫？
母后，此事还需要与太子妃商议。那你们就尽快择个良辰吉日。再有，这旭娘呢，虽然出身低，可这身份得抬一抬。良缘嘛，是抬举她了，就封个宝林吧，倒也使得。太子妃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啊？什么？母后，急什么？等孩子出生，若真是皇孙，再封敕不迟啊。你这是何意呀？母后，太子妃和赵良娣确实不知道此事。即便旭娘要入东宫，也提前让我知道一下，提前知会他们一声吧。太子这是在责怪本宫擅自做主。儿臣不敢，但今日是儿臣的生辰，母后这份大礼太突然，儿臣不敢笑纳。哭什么哭？这乃是大喜事，你这是要出谁的眉头？皇后娘娘，赵良娣和我们不是不为殿下开心，只是心里没有准备。太子妃不愧是太子妃，还算大度。这个赵良娣，真是应该好好的管教管教。太子乃是皇储，为皇宫开枝散叶，那是应该的。等以后继了位，后宫佳丽3000，你作为后宫的女人，要识大体，懂宽厚，这才是夫妻长久之道。良娣，别哭了。母后，要不让良娣先回去休息吧。下去吧。皇后娘娘，谨恕妾身先行告退。皇后娘娘，那小风也先行告退了。你在这里待着，母后难得来一趟，人都走了，像什么话呀？母后，这旭娘受孕之事自然是喜事，但要立刻奉子敕封，这东宫可能还要乱一阵。如此一来，我也是没什么心思处理政务，恐令圣上不快。罢了罢了，这旭娘刚有身孕，真要是入主你东宫，恐怕你那个赵良娣一日都不得让她安宁。就先在我清宁宫吧，我替你照应着。多谢母后体恤。多谢皇后娘娘体恤。良娣，你先别生气，他去杀了自己。良娣，你的太子殿下说了，你的太子殿下，他说过会独宠我一人，可如今却背着我与其他女人，还有了孩子。你叫我亲你，良娣。太子到！见过太子。见过太子殿下。良娣呢？良娣将自己关在内殿，除了锦儿，谁都不让进去。这般模样，如果让太子殿下看见了，瑟瑟，是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
是谁胡说八道？说赵良帝想不开要去寻死的。太子殿下，良帝一时伤了心，哭了一场。下人们话赶话，传得变了形也是有的。出去。是。瑟瑟，瑟瑟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瞒你了。那日我在母后宫中喝醉了酒，瑟瑟，瑟瑟，你别哭啊，都是我母后安排的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真的因为这事跟我生气吗？瑟瑟不敢生殿下的气，瑟瑟只叹自己命苦，讨不得皇后娘娘的欢心，又比不上太子妃地位尊崇。现如今，连续娘一个婢女都已怀了皇孙，超越了我怕是连一个婢女都不如了。他们是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啊？就算我是太子，我也没有办法左右啊，这点你是知道的。瑟瑟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气话干什么呀？没想到，殿下这么快就忘了对瑟瑟的承诺。瑟瑟心里只有殿下，可殿下心里呢？瑟瑟虽然身份地位，但对殿下这份爱，却容不得这般践踏。既然你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我就不跟你解释了。改日再来看你。良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再说什么也不能伤了那块玉佩呀！那个是太子殿下给你的，你请信我。混蛋，太混蛋了！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说李承言，我只知道他对赵良娣情深似海，没想到他转头就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。你说他混不混蛋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太子妃，太子妃，皇后娘娘来传话，让您去趟清宁宫。皇后？找我干什么？太子妃是东宫后妃之首，应替太子管束其他妃子，怎么还任由一个区区良娣吃醋私闹、任性妄为，简直不成体统。东宫的事情，太子妃怎么那么不上心呢？那个续娘虽然怀了太子的孩子，可毕竟身份卑微，等那孩子出世以后，你便是他的母亲。什么？你要把续娘的孩子给我抚养？那他一出生就要离开母亲，未免也太残忍了吧？太子妃说话要符合身份，这是宫中的规制，何来残忍一说？可是，永娘，你是太皇太后宫里的人，既然太皇太后指了你去伺候太子妃，想必你是个伶俐懂事的。没想到你跟太子妃1年多了，太子妃还是全然不知宫中礼数。
皇后娘娘教训的是，婢子知罪。你要好好的辅佐太子妃。若是再出纰漏，再领你的罪吧。那个续娘就先在我这里好生养着。至于赵良娣，你要多多安抚，不要让太子烦恼。是母后。那个续娘究竟是什么人呢？是皇后宫里的一个侍女，听闻只是小门小户出身，并无显赫背景，怎么就会被皇后给选上，送给了太子？这太子平日里连太子妃都看不入眼，怎么就会看上一个姿色平平的寻常婢女呢？真是蹊跷。这要是皇后的意思，更得好好查查了。听说了吗？他们俩呀，早就认识了啊！早就认识了？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呀。不知道啊。而且呀，还送过东西呢。送什么东西啦？送东西？那我可不能说。哎呀，说嘛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说一下嘛。就是啊，送的什么呀？哎呀，不能说。哎呀，你卖什么关子啊？快说呀！快点，快点，说呀！就是不能说。石恩公公，石恩公公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石恩公公，听说太子妃她……太子妃？太子妃怎么了？我们把你当做自己人才说的，就问问你，你可千万别告状啊！你们想问什么？太子妃和裴将军是不是在西周的时候早就认识啊？是啊，公公，是不是早就认识啊？认识啊，太子妃就是裴将军护送迎亲回来的。哦，那就怪不得了。怪不得什么？怪不得他们关系好啊！现在东宫里都在传，太子妃还亲手做了一条护腕给裴将军呢。而且啊，他们还常常在夜里私会聊天。你们胡说什么呢？你们要再说这些，小心掉了脑袋！哼！殿下，小的该死。石恩，你今天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殿下，最近宫里有人嚼舌根。别人嚼舌根，你慌乱什么？殿下，您是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呀？他们说什么跟我有关系吗？我为什么要知道？就是跟您有关系。他们说太子妃不好。他们说太子妃如何不好？他们说太子妃跟裴将军走得很近。殿下息怒。这话你听谁说的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是石恩自己乱嚼舌根，石恩乱说的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您不会去找太子妃吵架吧？石恩告退。李承言，这么晚你来干什么？
你不会又是跟我来吵架的吧？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是来跟你睡觉的。这里没你什么事儿，你出去。太子要在太子妃殿内睡觉，有何不妥？哎，你们几个快点儿！太子殿下可是头一回在咱们长安殿过夜，你们都要伺候好了啊！是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婢子不知太子殿下今晚要来，婢子们也全无准备，请太子殿下恕罪。那还不快去准备？是。你去沏茶，水要温，茶不可太艳。是。还有你去备浅衣。是。你们几个去伺候太子妃梳洗更衣。是。是。走，走啊！太子妃请。太子妃请。太子殿下请。太子妃请。太子妃请。徐娘的孩子你怎么看？皇后娘娘同我讲过了，讲过什么？说将来这个孩子由我抚养长大，让我做他的娘。你答应了？嗯。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？啊，把别人的孩子抢过来，自己抚养长大，以后让他叫你娘，来保住你自己的地位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生气。我听别人说了，你不是皇后娘娘亲生的，你的生母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跟你分开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旭娘的孩子跟他分开的。倒是你，明明是你先酒后乱性，让旭娘怀上了孩子，然后嫌人家身份卑微，不肯接近东宫。这事儿可是你有错在先啊！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我问你，你是真心喜欢旭娘才跟他有了孩子吗？除了这些，你就没有别的话要对我说吗？什么别的？我是你丈夫，我现在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，你就不生气吗？且不说你们中原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再说皇室后宫佳丽3000，我早就听说过。而且西周，我阿爹也有好几个夫人，我有好多兄弟姐妹。你想娶谁，你想跟谁有孩子，又岂是我能左右的？我不喜欢旭娘。我知道你喜欢的是赵瑟瑟，所以你今天晚上不应该来我这儿。你应该去找他，去陪他，去哄他才是。这里是东宫，我是太子，我爱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，我今晚就睡这儿。那你睡这儿，我去找阿杜睡。你是我的太子妃，我今晚就让你睡这儿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阿杜，阿杜如果现在闯进来，
到时候要是母后罚他，或是太皇太后罚他，我可就真保不了了。李承业，你卑鄙无耻下流！你要再不睡啊，我就真卑鄙了。你敢！哎，过去点儿。嗯。睡觉的时候脾气这么好。你干什么？为什么一个人要盖2床被子啊？我能来你这儿，你就烧高香吧，还跟我抢被子。谁让你来我这儿的？这是我的床，这是我的被子，给我！要不是瑟瑟劝我来，我才不会来呢。赵瑟瑟让你来的。要不是看在瑟瑟的面子上，我会跑到这儿受你的气？你走吧。放心，天亮就走。怎么还不睡？在看什么呢？我没看什么。床上没被子盖，我出来透口气。被子还你，快回来睡觉。
放心，我遣他们去别的地方巡逻了。今日只有你我，我们两个赢个痛快。感谢你平日里的照顾。我照顾你什么了？若不是你这个羽林军大统领调配得当，我恐怕日日要在宫里面上演官兵抓飞贼的把戏。你知道就好。我若是你，便放下往事，何必独自伤心呢？你若能放下，会对小风此般迁就照顾？对你我而言，小风都不只是太子妃。只要他安然无恙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你说的对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。阿昭，殿下。昨晚是你轮值吗？哦不，昨晚不是属下轮值。昨晚有人在寝殿外偷看，听脚步声，没有功夫，应该是个侍女。这承恩殿里，你好好排查一下。是。哎，我看你气色不好，昨晚没睡好吗？没有，可能是昨夜风大。是吗？我怎么没听到啊？自从回上京啊，这1年多了，就属昨晚睡得最好。哎，娘娘，昨夜东宫又出了一件奇事。要说便说，摆什么虚架势？太子殿下头一遭住在了承恩殿里。他真是整夜都在承恩殿。虽然太子殿下与太子妃还是大吵了一架，但是太子殿下确然是第2日晨起才离开的承恩殿。这太子殿下怎么就突然转性了呢？你看你光顾说了，被我都做成梁子了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娘娘，你耍赖！跟莹儿说，让她多盯着承恩殿，有什么情况汇报着。是娘娘。凭他是什么棋，这打双路啊，讲究的是耍骰子的一双手，可不是这些棋子。梁帝，梁帝，梁帝，发生什么了？冒冒失失的。梁帝，昨天太子殿下夜宿在太子妃的承恩殿了。梁帝，或许太子殿下只是在跟您赌气，故意做给您看的。不是，他是真的生气了。我摔了他送给我的玉佩，
他是真的恼了，不愿意来见我了。梁帝，既然太子不愿意过来，倒不如我们去探望一下太子妃，也好让太子知道，我们梁帝也是有气量的人。太子妃，端庄稳重。哎呀，姐姐，姐姐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呦，哎呀，小心小心！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进来坐。好。妹妹一直都想来看望姐姐，只是恐扰了姐姐清静，不得机会。今日趁着天气好，又闻姐姐无事，便擅自做主过来了。这些礼物都是妹妹精心准备，虽然鄙薄一些，也是略表心意。你还大我1岁呢，怎么叫我姐姐呀？姐姐年岁虽小，但身份尊贵，妹妹这声尊称是当得的。哎呀，不必了，我听着也别扭，你就叫我小风就行。这，太子妃，梁帝唤太子妃做姐姐，其实更亲近和睦些。早就听闻姐姐身边有个能干得力的管事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姐姐的左膀右臂。在东宫里，太子妃视梁帝为左膀右臂，万望梁帝不要觉得生分才好。姐姐一片关爱之心，妹妹明白。太子妃在京中也不识得什么人，在东宫中又只得梁帝一人是同入东宫的，自然情分不同于旁人。希望梁帝以后多来承恩殿走动走动。这午后沉闷，不如我们去玩些什么解解闷。啊？哎，好啊。我们打叶子牌吧。好啊。没有。梁帝好手气啊！姐姐这是故意让着妹妹的。我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总是抓不到牌啊，真是奇怪。没有。哎呦！姐姐这靴子真是好看，咱们中原可没有这样的精致貂皮。是啊，这种貂皮的靴子只有西周才做得出来。哎，你喜欢吗？你如果喜欢，我让阿爹下次遣人来的时候多给你带几双好看的靴子。好啊，那妹妹在此先谢过姐姐了。这皮子暖和，不如姐姐给殿下送去一双。李承言啊，我才不给他呢。太子殿下昨夜不是还留在承恩殿吗？哦，原来你今天来，是因为李承言昨天来承恩殿过夜呀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妹妹不是那个意思。姐姐和太子和睦是东宫的福气，妹妹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。我也没有别的意思。东宫是李承言的，东宫里的人也都是他的。你我本来就不容易，以后好好相处便是。接着打牌呀。那姐姐何时把续娘接到宫里来啊？续娘？我为何要接她呀？姐姐是太子妃，这续娘刚有身孕，理应接到东宫互相照应才好。这事你应该去问李承言吧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回梁帝，如今续娘是在皇后娘娘的清宁宫里，没有皇后娘娘的宣召，太子妃也不便将续娘接到东宫里来呀。啊，如此啊。
公子，为何不约在米罗酒肆？义父之前在米罗酒肆被追捕，我怀疑有眼线，不安全，所以换个地方。不知公子有何吩咐？桃姐，安排好了吗？遵公子吩咐，已经安排她进了高家的赌场。来，赶紧下注啊！摆定离手。来，继续，来，呀！永娘，你怎么了？我今天赢回了这么多金瓜子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太子妃，恐怕赵良帝未必与太子妃同心，太子妃还是要多提防这些。你也觉得奇怪啊？我刚才也觉得奇怪啊。你说这旭娘好端端的在皇宫里，又有皇后遣人照顾着，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她过来啊？再说了，那赵良帝不是很讨厌旭娘的吗？太子妃说的是，赵良帝之前因为旭娘的事情与太子殿下狠狠地闹了一场，还哭了好几天呢。他必然是不喜欢旭娘的呀。那他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在我这里提起来，还假装大方呀？这个婢子就不知道了。怪不得李承英之前说，这东宫里的把戏看似简单，实则复杂，到处都是明枪暗箭啊。瑟瑟去了太子妃那儿，小的特意去套了永娘的话，是赵良帝去了承恩殿，待了有小半日，还与太子妃一起打了叶子牌。那永娘还说什么了？永娘还说，赵良帝问太子妃何时把旭娘接到东宫来。别跟永娘说我问了话，下去吧。是。那日在殿外偷听的，是一个宫中的侍女，叫莹儿。这个侍女和清宁宫来往甚密，是收了清宁宫的钱财替人办事。但是她手脚不利索，偷听了2次，就被我的人发现了。既然是皇后的人，那就留着吧，省得打草惊蛇。殿下最近对太子妃暗中关照，皇后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无论发现什么，我们都要装作不知道，一切如常便是。是。对了，明月那边的事怎么样了？陛下最近经常去见明月姑娘，原来子时到，丑时便走，可最近一直到天亮才离开。明月姐姐，明月姐姐，我来找你了。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啊？平常不都是在米罗酒肆的吗？哎呀，米罗说你好久没去了，我不是担心你嘛，就过来看看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，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？其实，我遇到了一位客人。他对我非常好。啊，原来你是得了相思病了。哎，那你快跟我说说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是一个神仙一般的人。神仙一般的人。若有机会，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好啊，好啊。我要看看这个神仙一样的人是不是真的配得上我的明月姐姐。来，摆定离手。呵，
这么点钱还压呀？开！大！没钱你赌什么呀？也不看看这什么量，没钱就到外边小赌坊去赌去。快下，快下啊！快下！来，继续！来！公子，张参这小子在咱们这儿输了多少银子了？少说也有1万两了。还是你有法子，先让他尝到甜头，再让他无法自拔。我就看他羽林军的俸禄能吃多久。公子说的是，想要钓大鱼，不急一时。少主，这是这几个月以来出入赌场的名册。这个张参是什么背景？他是羽林军的人，我查过他的底细，他是皇后的一个远房堂弟。皇后的堂弟？高震知不知道张参是皇后的堂弟？看他对张参的态度，9成9是不知道。见过姐姐。你又来打牌啊？今日天气好，瑟瑟就想到姐姐这里来坐一坐。姐姐，这是要出宫？啊，没有，我就穿上这身衣服试试。姐姐穿上这身衣服，真是英姿飒爽，不让须眉啊！瑟瑟好生羡慕。你也喜欢啊？那让李承义也送你一套。这是殿下送给姐姐的。啊。这是瑟瑟亲手缝制的香囊，不成敬意。新衣服上总有股子宫房味儿，拿香熏一熏便好了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呀？是我自小随身携带的香料啊。太子殿下也喜欢这个味道呢。阿杜不懂事，梁帝恕罪。承恩殿的人的确太不懂事了。见过殿下。瑟瑟，我去青鸾殿看你，你店里的人说你来这儿了，你好端端的来这儿干嘛？他有没有为难你啊？喂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为什么要为难他？殿下，姐姐对瑟瑟很好，并没有为难瑟瑟。这香囊既是我喜欢的味道，就应该送给我。他又不懂得欣赏这些，以后不要送了。瑟瑟，我们走。姐姐息怒，瑟瑟改日再来看望姐姐。你来这儿干嘛？她一个野蛮丫头，你不要被欺负了。走。李承言，以后你不许踏进我承恩殿的殿门。太子妃，别气着你自己了。我才不跟他生气呢！把香囊拿走就拿走，我还不喜欢那个味道呢。李承言身上全是那个味儿，弄了半天是赵良娣给熏的。原本想借着与赵良娣的交好，能让太子妃与太子的关系缓和一些，这没想到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不生我气了，殿下？不气了。那殿下送我回青鸾殿可好？哦，我今晚有要紧的事，放心，明晚我肯定去你那边。瑟瑟等着殿下。施恩，去查一查这个香囊有没有问题。殿下，您太紧张了，这只不过是普通的花香罢了。是。
赵良娣那么温柔漂亮，李承言也是真喜欢她，他俩要在一起多好呀。可偏偏他做了太子，不得不娶了我，所以我就成了横在他和赵良娣之间最讨厌的人。唉，怪不得他怕我时时加害赵良娣呢，真是羡慕他。我没吃醋啊，我就是羡慕，羡慕有人对他那么好。阿杜，你想家吗？我真的好想西周啊！每次到了夜里，我看着那棵树，我就会想到西周的大漠草原，我就会想到和哥哥们在晚上骑着马，驰骋到大漠深处，风吹过芨芨草，发出沙拉沙拉的响声，星空是那么低，那么轻，那么润，就好像葡萄冻子似的，酸甜酸甜的。可是我越想西周，就越讨厌冷冷清清的东宫。表哥，怎么样了？查到了，薛娘肚子里的孩子确实是张参的。这个张参是皇后的远房堂弟，被安排到了羽林军，但他不曾炫耀与皇后的关系。他依仗着羽林军的身份，在宫外为非作歹，嗜赌成性，手里还有几条命案。薛娘原来不喜欢他，被他用了强，才怀上孩子。这皇后可真会用人。我和葛潜龙使商量过，想了一个计划，可以用张参来离间高相和皇后。表哥请讲。我们之前在高震身边安排了陶简，深得他的信任，几乎日日陪着他。他对赌房的情况了如指掌。这是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都干什么？输了不让人老本啊？没有钱就别进来赌，不把之前的账还上。趁着张参一筹莫展之时，胡孝会出主意，帮他解决这个燃眉之急。哎呀，小兄，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。如今高震的赌坊到处派人追我的赌债，这个如何是好啊？哎，高震的赌坊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，又私设在一个茶楼里，不交税，也未在官府备案。若是闹出去的话，赌坊被查，你在那里出的所有的钱，自然就不作数了。啊，焦兄的意思是，高震是赌场，为他敛财的摇钱树，自然不会让任何人碰。到时候，只要张参去报了官府，惹怒高震，高震必然找他麻烦。大人，里面只是个普通的茶楼。撤！是。哪个王八蛋敢动老子地盘？唐老弟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！敢动你高三爷地盘的，全上京也就只有你一个人了。欠了老子的钱，还想把老子的窝给端了？你让他打听打听，高三爷是谁？此计还有一个关键之处，万不可出现纰漏。如果皇后
知道张参是在高镇赌场出的事，那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与高家互通消息。没错，所以高镇不能出面，最好他一出事就离开上京避风头，连高于明也不知道。公子，此地不可久留，你最好还是先出城去。即便是官府找到赌场，这也只是一件赌客间相杀的命案，与公子无关。陶显然，你就着手去办，啊，重赏啊！恭迎陛下。陛下，平身。儿臣参见母后。陛下怎么今日突然来了？今日去给皇祖母请安，碰到了太子。太子说你这里的茶唇齿留香，所以就过来品品。其实我们也好些天没聚在一起了。那妾身现在就召人准备茶点。好。陛下。皇后娘娘，参见陛下。什么要紧的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，竟敢在陛下面前失仪？说。回陛下，是沛国夫人求见皇后娘娘。哦。妾身也不知道母亲是为何事而来。既然来了，宣她进来吧。是。求皇上、皇后娘娘为民妇做主啊！张夫人，你怎么能在陛下面前如此失礼？有什么话好好说便是。沛国夫人，她是什么人？回陛下，张夫人是我的宗亲，只因张夫人之子突然暴毙而亡，被人从河中捞起的时候，浑身上下都是伤痕。明明是被人殴打致死，却被定为酒醉失足落水。张夫人告人无门，只好央求我来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我儿张参可是为你办事的，你不能不管呢。你，哎，此事应该由大理寺卿出面吧？父皇，依张夫人所言，此事若真涉及到权力显赫之人，下面的人会私相授受。是否再选择更合适的人选？你认为是谁呢？父皇，您将此事交于我，我定会查明真相。你？是，身为臣子，儿臣理应为朝政、为父皇分忧；身为皇子，儿臣也理应为母后分忧。父皇，将此案交于我，我定会查明真相。好吧，交给你去办。是，父皇。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。起驾！母亲，你怎么径自就把人带到宫里来了？事先也不通传尾声。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，张参是你安排到羽林军里专门看着太子的，这事儿连你舅父都不能知晓。可是谁知道张参他出了事，你堂神母到家里哭了一夜，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把他带到这里来的。怎么偏巧皇上就来了这里？你在担心什么？皇上不是已经安排太子去彻查此案了吗？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母亲，你在宫外要随时留意着此事，
一旦有什么消息，要立刻通传我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曹季啊，今日的事，你怎么看啊？这，说吧。老奴只是觉得今日巧得很啊！若非皇上听了太皇太后的话，去皇后宫里，便碰不到今日这一出了。你是说今日的巧合并不是巧合，是吗？朕倒想瞧瞧，到底是谁给朕唱的这一出好戏。殿下今日心情不好，还不是为那个张参命案一事。殿下要负责审议此案。不错，这个案子是我母后堂弟出了事。我本来想着为那张参讨个公道，也好缓和一下我和母后的关系。可是我初次办案，实在有些……偏偏那些朝臣们还怕惹麻烦，我到现在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。殿下，瑟瑟有一人推荐。何人？我的兄长赵世玄。确实，赵世玄是你娘家人，让他协理也是理所应当啊。家兄必定会为殿下尽忠尽责。好。走吧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官爷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真不知道。过去吧，你走。走，下一个。此话当真？回禀大人，确认查证，高震是当晚事情发生之后，悄悄地出了上京，对外却宣称他是头一日便到了灵州。高震如此行事，必有猫腻，有可能张参的死就与他有关。你着人细细去查。是。回来。查到的人证、物证，均要秘密保管，不可让高家人察觉，亦不可让太子殿下知晓。不可让太子殿下知晓。高相和太子殿下是何等关系？如果让太子殿下知道此事，高震这个混账王八蛋就一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。属下明白。赶在大理寺的人之前查得证据，便可瞒住太子殿下。等到一切证据都齐全时，我们直接将证据呈给大理寺。因为事出紧急，来不及向太子殿下禀报，太子殿下不知晓，便谁也不会怪他了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，高家人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保住高震。梁帝近日夜夜绣着香囊，也不怕伤了眼睛。马上便是七夕了，我要亲手为殿下绣好这个香囊。梁帝这绣工啊，就怕是丝织局的长绣都比不上呢。也不知道殿下喜不喜欢这个式样。依我看啊，只要是梁帝绣的，殿下都喜欢。如今殿下不仅宠爱梁帝，还十分倚重赵家。听闻近日，殿下每日都要去咱们侯府，离不得咱们大少爷半步呢。
哥哥自然是要帮我的，只愿殿下能够明白我一番心意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今天是七夕，外面这么热闹，我就知道你肯定闲不住，会出去玩，所以，我来这里逮你。逮我？你不会是想要去太皇太后和皇后娘娘那儿给我告状吧？告不告状，要看你的表现啊。你跟我一起出去玩，我就不告状。看他干嘛？他不许去。为什么？你想清楚啊！如果你不肯的话，我就去告诉母后，到时候咱俩谁都出不去，说不定还要逃几个月的禁足呢。用不着，我会保护她的。走。阿杜，还能载我们泛舟吗？船家，二位客官，现在夜已经深了，我已经收工了，二位还是明日再来吧。船家，你把船租给我们，我们自己划。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多谢。大晚上来这儿划船干什么？还不如去市集喝酒。你这女人，每天只知道喝酒打架，太不解风情了。说的跟你很解风情似的。二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多谢。你之前圣木鸭子落水时，不是说你没见过船吗？哎，今天是七夕，你向织女娘娘许什么愿了吗？织女娘娘，请你让这个人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再来招惹我了，烦死了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还不是因为你又蠢又笨，让我忍不下去。那你可以去找你温柔、美丽、善良、大方的赵良娣啊，跑过来跟我划船干什么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我想跟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哎，唱首歌听听。你让我唱我就唱啊。我都给你划船了，唱首歌怎么了？我不唱。一只狐狸呀，它坐在那沙丘上，坐在那沙丘上，它瞧着月亮。咦，原来它不是在瞧月亮，是在等放鸭归来的姑娘。哎呀，太难听了，换一首。换一首。我只会唱这一首。哎，你过来，我来划。你？啊？哦，注意点啊！来。
笨死了！你逞什么能要划船嘛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小心！他跑远了！哎呀，完了，跑远了！你真是笨死了！那桨没了，我们怎么回去啊？谁说划船一定要用桨？那为什么？你快点儿，那边使劲儿啊！我使劲儿了！你使点劲儿！这不行，这样回不去了！快使劲儿！用力呀！跟你一块儿怎么总是这么倒霉啊？你要是不想跟我一晚上都待在这个湖上，赶紧划吧！快使劲儿！倒霉女人！你才倒霉呢！太子妃，你去哪儿了呀？裴将军都找你一夜了。啊，辛苦永娘，辛苦裴将军了。太子妃回来就好。太子妃，你没事吧？这一晚上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是否受伤了？我没受伤。太子妃昨夜在我这里。参见殿下。殿下。永娘，太子妃昨夜没休息好，所以今日你好好看着她，让她好好休息啊。永娘，你先给太子妃煮碗姜汤，然后找个太医给她好好看看啊。是殿下。记住了，裴照，回宫。太子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晚些时候让太医过来给殿下瞧一瞧吧。是。不必忙活了。殿下，您在西境受过风寒，这寒气还未除尽，又旧疾复发，会更加麻烦。也好，我这就去。阿照，那赵世玄这几日在做什么？案子他查得怎么样了？赵世玄那边他已经收集了各种证据，还密会了大理寺汪四清和刑部宗尚书，这几日便派兵前往灵州捉拿高湛。只是末将还有一事，有些担心。何事啊？赵世玄查到这么多证据，还派兵去抓人，但是他未向殿下上报。他毕竟是殿下的人，这事要是做得过了头，恐怕会让殿下得罪皇后和高相。这个赵世玄一直认为我和高相是一党的，他怕我包庇高湛，所以不来报。皇后和高相那边就……赵世玄好大喜功，我只做出半分不知晓，反而倒是能避嫌。殿下，赵良娣在殿外候见。怎么这会儿过来了？先下去吧。瑟瑟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瑟瑟听闻殿下午膳没怎么吃，正好今日晨起，采了些银菊，做了一些银菊蜜汁糕，殿下尝尝。好啊。殿下怎么了？昨夜去了哪里？是不是着凉了？昨夜啊，我同你兄长一起在大理寺查案，可能受了些寒气吧。没事，过2日就好了。哥哥。是啊，说起来还都是你兄长的功劳呢。他没几日就在牢中查出害了张三的凶手呢。都是殿下庇佑，兄长才能侥幸不负殿下所托。赵世玄是你的兄长，又是有能耐之人，那我自然是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了。瑟瑟代兄长谢过殿下。啊，既然殿下在忙，瑟瑟便不打扰了。瑟瑟先告退。啊，
梁帝，怎么了？梁帝可是在忧心殿下伤寒之事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去厨房给殿下热碗姜汤送过来。你不懂，殿下是在敷衍我。昨日兄长传过话到东宫来，他这几日为了查案，都在城外，要明日才回来。殿下昨夜去了大理寺，又怎么能见到我兄长呢？梁帝，殿下贵为储君，若真有不想说的事，梁帝也千万不必再当真去追究了。罢了，去厨房给殿下煮碗姜汤吧。阿慈姐姐，哎，我想，姐姐，你这锅里煮的可是姜汤？是啊，太子殿下吩咐我们为太子妃煮碗姜汤。梁帝，梁帝。高侍郎，大理寺已查明你与张参案有关，现传你回京受审，带走。是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恕臣滥施之罪，恕臣鲁莽。臣有一事不明，想请陛下为臣做主。什么事啊？今臣才得知，臣远在灵州的三弟被刑部与大理寺卿抓回了上京。臣想当着陛下的面问一问这刑部与大理寺卿，臣之三弟犯有何罪？竟然连个罪名都没有，便入了狱。陛下。臣正想呈报此事。启奏陛下，臣等在联合审办张参案时，发现了一些新线索。高震之罪，铁证如山，不容置疑。陛下，高震私设赌坊，敛财数目巨大。张参曾向官府呈报过此事，却被高震所制。高震为报私仇，将张参先杀害于赌坊后院，而后将尸体抛置于河中，伪造现场，逃往灵州。这不可能！三弟当时根本就不在赌坊，那赌坊跟我三弟也没有关系，这是陷害！陛下，请您明察。高大人，你可亲眼看到高震不在赌坊中？陛下，赌坊里有证人看到，高震当时正在院子里毒打张参。臣也审问过赌坊中的打手，高震确实在那日命他们将张参带到赌坊中，并且臣一一确认过口供，他们可以上堂作证。事发当晚，高震便去了灵州，正是为了躲什么吧？陛下，综上证据，高震身为我朝廷刑部官员，先是私设赌坊敛财，而后又故意杀人，且藏匿灵州，
大理寺与刑部为了防止疑犯再逃，故将其在灵州县捉拿归案。赵侍郎，是我监察此案，你为何不先向我上报？事出紧急，还请太子殿下见谅。高相，此事你怎么看？有陛下谕来，刑部和大理寺并审的案子，定当不会有遗漏。高震若犯了国法，定当按律定罪，老夫也绝不会有异议。只是高府上上下下忠诚为君，难免会得罪朝中重臣。若有人别有用心，背后动作，挟私相报，也是有可能的。还请陛下明察，否则老夫内心难安。放心吧，高震之事，朕会秉公办理。老夫有一个请求，还请陛下务必恩准。何事？请陛下降旨，彻查高府家产。为何呀？犬子犯错，唯老夫教子无方，亦是高府上上下下之错。请陛下恩准，彻查整个高府家产。高震一人犯错，应该一人承担。高相，你乃是国家之栋梁，朕的左膀右臂。若因为此事连坐高家，岂不是寒了天下忠臣之心吗？谢陛下恩典。舅公，舅公留步。舅公，今日之事，我实在不知情。赵世玄拿到证据，并没有回报于我，而是直接联合刑部和大理寺抓人。唉，此事如果我早知道，绝对不会任由它发展到如今的局面。是我对不起高震表舅。太子手下办事得力，那是太子之福。至于对得住对不住震儿，不重要。娘娘不好了！娘娘！哎呀，慌什么？好好说话。娘娘，方才在太极殿上，太子殿下审出杀害张参的凶手竟是高震。什么？高震？就是高相国的三公子高震呢。父亲，父亲。震儿的四斗方，我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指望他能有点事儿做，别整天游手好闲。没想到会闹到这个地步，现在看来压是压不住了。那三弟就不管了吗？皇上天天盯着我，盼着我出错了。
表面上我不能帮振儿，但皇上他也不敢把我儿子怎么样。父亲，话是如此，可万一皇上真是铁了心杀鸡给猴看，那三弟，那我命不求情。可以退让。光儿，你速速到赌坊查清账目，看振儿这2年到底敛了多少财，还在的，全部上缴归入国库；不够的，从我们高家家产里出。没想到此事如此顺利，但高相怎么会提出如此奇怪的请求？是跟圣上赌上气了？姜还是老的辣。高震这一下，栽了高家的名声；高相这一招，是要和高震彻底划清界限，告诉朝野上下，就算高震倒了，高家依然分毫未动。虎毒不食子。高相如此做法，岂非彻底断了高震后路？高震恐怕再无回天之力。高相和皇后之间早晚形成隔阂。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，形势大好，剩下的也都在掌握之中。明月，你大可不必再做那样的犯险之事了。你同我说这句话的立场，是因为你是我父亲的义子，还是因为你想带我离开？我自然是为你好。明月坊毕竟不是久留之地，那个人并非所托之人，你不必与我赌气。若我有一天真的离开明玉坊，我一定会和一个真心疼我、爱我的男人走。